一看，这个日本恶徒简直毫无人性，在击倒对手之后，竟不顾裁判阻拦，朝着对手的脑袋疯狂踩踏，直到将其踩得口鼻喷血，当场猝死。如此残忍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。赛后更是在镜头面前大放厥词，声称对手是走了狗屎运才没被自己打死，如果再遇到中国人，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如此猖獗的狂徒究竟是何方妖孽？使用违规打法还如此大言不惭。他就是日本格斗神童袁鹏熙，此人被日本天皇称赞为日本最优秀的格斗奇才，年仅19岁就拿下了对华9连胜的豪华战绩。看这家伙的长相就不简单，一双三角眼透露着凶狠的杀气，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。凭借着狠辣残忍的打法，在擂台上所向披靡，一时间中国拳坛年轻一辈竟无人敢应战，这就导致其越发猖狂，目中无人，声称中国功夫都是垃圾，中国选手更是垃圾中的战斗机。想我泱泱华夏卧虎藏龙，竟被一个弹丸之地的小瘪三如此看不起。安徽小将吴铁印当即霸气应战，是要给他狠狠上一课，打得他老妈都认不出来。跟在他身后的是中原飓风阎锡波以及暴力大鹏张立鹏。阎锡波一拳干掉日本选手5颗牙，张立鹏重拳洗脸将小日本打上担架。打日本人可以说是得心应手，而之所以不亲自出战，就是不想落人画饼以大欺小。更何况杀鸡焉用牛刀，临上场前张立鹏传授吴铁印打小日本8字真言，打不死就往死里打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红色短裤中国小将吴铁印，黑色短裤日本狂徒袁鹏熙。吴铁印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打入内围之后一个半摔就拿到了侧压位，由此可见小伙子的核心力量非常强大。日本选手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爆发打懵了，一时间只能紧紧搂住吴铁印的脖子，拉近2人距离，进入了半封闭式防守。半封闭的姿态里面，就是一条腿夹在下位凶手的2条腿里边。好，抢把位是综合格斗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这跟摔跤的抢把非常像，是的，处在有利的位置上。好，双方因为在绳边没有办法继续实施地面的动作，所以要回到场地中央。这个要回到原来的动作上，对，而且要从2个人都互相认同的位置开始，对，直接肘击。对，上次吴铁印就在这时候用肘击降服了对方。对，其实，在综合格斗里面，封闭式防守不一定对下位选手是一个防卫的姿态，反而会遭到打击。虽然身处下位，但日本选手却丝毫不慌，一边用腿阻挠不给吴铁印骑乘的机会，一边手中干扰不让吴铁印出拳。19岁就能有这样的战斗素养，确实不简单。而这跟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极大关系。他出生在一个格斗之家，从小接受的教育方式极为残忍，10人一组被扔在一个房间里争夺仅有的一份食物，而袁鹏熙总能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一个。这种变态的训练方式造就了他极度冷静与残忍。来看吴铁印可能要用他的肘击，他要用砸肘可能，但是呢，对方锁住他的2个胳膊。对方是做了一个半蝴蝶的防守，想要破坏上位选手吴铁印的重心。这个日本防守也很不错，其实对的，控制住对手的腿、胯和手臂，基本上上位选手就没有优势了。如果能够想办法把2条腿从对方的双腿空间都拿出来，就有了优势。对，吴铁印素有小霸王之称，看他此刻的状态，完全就是一副霸王硬上弓的表现。不管日本选手同不同意，反正就是要揍你。他之所以能长时间保持上位的压制，就是因为力量要优于对手。反观日本选手也确实不简单，身处被动位置却几乎没受到什么伤害，这说明他的地面缠斗经验非常丰富，知道该如何规避对手的打击。所以站起来重新进入站立，对，再冲上去，继续。吴铁印打得很主动，对，看看摔怎么。加劲摔，日本选手启动加劲摔，并且成功了。双方再站起来，好，吴铁印还以一个小绊子，对，好，这是有了位置，来留开空间，按住头，对，这个肘击，这个比较有效。对，这是吴铁印的长处。对，日本选手突出对方的脖颈，把吴铁印的头拉下来了，这样的没有空间打击了。进入到全封闭防守。从日本选手的表情来看，这家伙表现得非常淡定，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然而心急的吴铁印可不管他到底是什么战术，只记得上场前张立鹏对他说打不死就往死里打，于是不断的调整身位，寻找有利的砸击位置，连续的肘击倾泻而出，只把袁鹏熙砸得头昏脑胀。或许是觉得不够解气，吴铁印竟直接给小鬼子来了2记头锤。裁判急忙上前阻拦，因为这是一个违规动作，撞击对方，不能用头进攻。重新回到这个，因为做了犯规的动作，裁判直接掏出1张黄牌处罚。这家伙还真是见人下菜，上次这个小鬼子用脚踩我们中国选手他不管，这次用头撞2下就罚黄牌，这无疑给吴铁印获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。甚至可以说，单纯的依靠点数获胜已经不可能，必须打出 KO 才能板上钉钉。所以必须要取得绝对的优势，才能获得比赛胜利了。
对，刚才有个横走，这个吴铁印打得很主动。此时第一回合比赛结束，吴铁印完全有碾压日本选手的实力。首回合5分钟的时间几乎没让袁鹏熙站起来，只不过进入地面之后无法拉开进攻距离，长时间缠斗却没能打出实质性伤害，情急之下才用出了头锤。相信他只要正常发挥就能打得小日本生活不能自理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在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。好，第2局比赛开始了。好，重重的摆拳，这个摆拳很重，2次都有效。对。地面砸击，对，这一拳啊，把对方的头打到地上，对，相当于2次啊，侧压的位置形成了，2条腿全部都在防守以外，这时候可以连续走击。对，这个位置对手啊，下位的对手非常难受，因为起不来，动不了，起不来，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，只能搂头。此时吴铁印用手臂死死地顶住袁鹏熙的脖颈，强烈的窒息感让日本选手恍惚间仿佛听到了太奶的召唤，而他鼻尖流下的鲜血证明了刚刚吴铁印的肘击有多霸道。如果用一句歌词来描述小鬼子此时的状态，那就是我好想逃却逃不掉。也可以说吴铁印压根就没想过给他起身的机会。对于这种嚣张狂妄之徒，不将他暴揍3个回合根本不解气。好，他起来了，起身，对这个，好，这时候有2个，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，3点支撑不能攻击头部。对，这个起来了，重新要恢复到站立位置，可能。在绳圈的边上做不了动作，所以一定要重新分开再来。对，抓住时机，看看谁能把谁再次放倒在地面上。哎，这个危险要回来。这个其实是不在选手意料范围之内的，因为重心。这种围绳式的擂台其实并不适合打综合格斗，因为无法体现选手的龙边对决能力。此时日本选手再次被绊摔倒地，或许大家在想9战9胜就这水平吗？其实他的实力确实很强，奈何这次踢到了一块钢板，吴铁印根本不跟他玩战术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打法更有效果。首回合袁鹏熙还有招架之功，如今却只能被动接受蹂躏，要不是因为小日本特有的皮糙肉厚，估计已经被吴铁印打上担架了。一胯下行，想出来被狙击。吴铁印想要把头抬起来，用肘压住对手的脖颈，到中间位置去。对，这个对双方的体能消耗都非常大，地面战非常消耗，非常消耗体能。漏了一个破绽，再次下前。勾腿。又是这个摔法。对，这摔法已经第3次奏效了。吴铁印之所以这么猛，一来是自身条件优秀，勤学苦练；二来是他有2个冠军级别的老师，一位是张立鹏，一位是阎锡波。这2位大神教出来的徒弟怎么可能是弱者？长时间处于地面缠斗非常消耗体能，尤其是下位的日本选手肉眼可见的大喘气。吴铁印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将对手按在地上摩擦。日本选手只有孤镜这一条方法，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在地面上应对的办法。所以对吴铁印来讲呢，他需要这个肘击很重，找到机会继续，对，能够连续做出小幅度的4次。眼看着日本选手要被打出擂台，裁判让他们回到擂台中央继续比赛。可这时候的袁鹏熙4脚着地连滚带爬，然后乖乖地躺在地上等待吴铁印继续宠幸。看到这一幕，台下的观众欢呼喝彩，实在是太解气了。这个阎锡波，对，要听裁判的指令。还有10秒钟，第2回合比赛结束。找机会就砸，找机会就砸。第2回合吴铁印的表现依旧稳健强势，残暴的肘击正是他的成名绝技，疯狂输出给日本选手洗脸，每一下都充满力量，拳拳到肉的打击感极度舒爽。如果不是被罚了1张黄牌，单靠打击点数就足以获胜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吴铁印能否在第3回合强势 KO 小日本。猛了，一定要冲上去！侧踹，自己没站稳，场地也比较滑。日本选手呢也是一个阻击腿，2个人在绳圈角落里面继续缠抱抢把位。再次吴铁印上位，半封闭，这腿要能撤出来就好，这大腿。2次连击肘击，这个过腿啊不太容易，切膝过，出来了，扯压了，起乘。强撑到了第3回合，日本选手终于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，吴铁印趁机过腿骑乘，这才是最标准的地面砸击把位。吴铁印抽出胳膊，锋利的肘刃劈头盖脸朝其招呼。对，刚才的骑乘瞬间就被逃出来了。压制，要把对方压平，把对手的肩压平，肘击。这个肘击，裁判没有了 ，PKO 了，对 ，PKO， 霸气十足。对，吴铁印干得漂亮，
虽然只有19岁，但已颇具王者风范。他的技术或许还没有那么成熟，但打日本人的那股狠劲儿非常霸气。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慢动作回放。最后，让我们恭喜吴铁印 KO 小日本拿下胜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，大家会给吴铁印打多少分？